大家好，我是魏庄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黄金、白银的大涨能不能追哈？那么也有朋友问说，在这个情况下，可不可以选择投资黄金、白银相关的股票？那投资股票跟投资黄金、白银本身有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我最近写的文字内容哈。有的时候呢，我会选择用文字去表达观点，因为我感觉在写文字的时候，思考深度会更好一些哈。那如果以后的视频或者是突发什么事情，但是我视频没有做出来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关注我的文字内容。好，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哈。其实分析黄金白银呢，我们还是要深度理解美股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资本轮转，在商品跟股市之间去看的话，美股对商品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美股走得特别好的话，这个资金就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回到美股当中，那么黄金白银就是商品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回撤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股现在的情况。那在特朗普宣布这个关税，发起这个整个这个关税战之后呢，股票是下跌了，对吧？现在又往上走了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方向定了，就是说美股现在的估值也好，还是周期位置也好，都很高了。那么在中长期应该是往下走的。可是呢，难就难在呢，这个细节怎么去把控？如果我们把现在对标到2000年那一次美股的位置的话，这个我以前有写文章有发视频讲过，因为美股的周期位置可跟目前对比的只有2000年科网泡沫的那一次哈。那我们把这一块放大来看，就是这个图，我们看纳斯达克，这是纳斯达克，纳斯达克有两个顶，对吧？纳斯达克在那一次没有见高，就是没有再创新高，但是呢，标普500就是这个红绿色的 K 线，标普500创了新高。然后这个蓝色的呢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它是横着走的，而且横着走了很长时间。如果我们看后面这个，如果标普500在这个时候创了新高的话，有可能黄金白银就会回撤一段时间。所以到目前来看呢，我们是处在所谓的安全期。什么意思？这是标普500的月线，处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吗？就在这里，它没有创新高，但是也没有跌破这个颈线，形成大级别的假突破，所以就在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就是它不会产生很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黄金跟白银其实是反而更有利的。那如果它创了新高的话，风险偏好一回升，资金就有可能从避险的方向，也就是贵金属的方向再回来，可能大概率上去再下来。如果产生一个假突破的话，在假突破产生的时候，黄金白银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回撤，那么这个就不太好。那么如果在股票美股在这个位置如果跌破了这一条线，跌破的这一个时候，黄金白银也有可能会有波动。所以其实呢，反而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是更利好贵金属的走势，这是一个大的图景。好，那我觉得这一幅图呢，怎么反复强调都不为过哈。这个是黄金跟美股的套利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处在一个底部反转，正好月线打到了这一个关键的阻力位上。如果这次收盘上去的话，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股市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哈。如果在这里震荡的话，那可能还会再熬一段时间。那我们看呢，上次出现这种状况呢是70年代，再上次呢是我们刚才讲的科网泡沫。所以其实一个人这一辈子碰不了2到3次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看到，黄金相对于美股这个反转，其实整个这个底部打了很长时间。当然现在黄金涨得很快，但其实它相对于美股的这种超额收益才刚刚开始而已，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好，它没有走完，那么具体为什么没有走完呢？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
其实在过去的2年3年当中，我的很多视频当中也都反复的讲过了，包括对美元指数，包括对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呢，也建议大家好好看一下。美债收益率，我记得我们在2023年初的时候有讲过，就是说它已经突破了一个40年的这个下降的趋势线上去，对吧？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这次降息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是他们未来很长时间唯一的一次，就是这个贷款利率低的时候，将来就会震荡往上走，大周期往上走，嵌套着小的周期。那么美债收益率上升，其实本质上它还有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国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它才发得出去，底层逻辑是什么？是美元指数的信用下降，本质上也就是说美元指数会往下走。好，那我们就不扯远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再看，这个是刚才那幅图，刚才这幅图这个位置的扩大放大版我们可以看到正好这个月线是打到了这个位置，就黄金一劲儿猛冲达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这次收盘，现在才4月中旬，如果收盘它冲上去了，那么基本上美股也就没什么希望，也就基本上确定这一次下跌之前那个高点就是本轮美股牛市的高点，甚至是未来5到10年的美股的高点。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黑色的线呢，是这个指数，就是美股上的贵金属的指数。为什么我从美股讲贵金属指数，我们可以从1960几年就开始可以跟踪，它更好分析如果它周期长度不够的话，很难去有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我们看黑色的线呢，是贵金属指数跟标普500就是整体指数的一个比值。那么紫色的线是什么呢？紫色的线是贵金属的股票跟黄金的比率。那么如果我们去选择投资它，也就是贵金属相关的股票，应该怎么选择？什么时候做？应该是这2个比率同时向上的时候。什么意思？它既跑赢了整体的股市，也跑赢了黄金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选择去做它。其实我们看呢，整个历史上呢，大概也就是黑的线跟粉的线都上行的时候，对吧？也就是这种位置，看到吗？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位置，还有这种位置。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矿业股票它不太适合长期持有，这是第一个结论大家记住了。那么这个矿业股呢，跟标普500整体的这个一共建了3次底，就其实跟刚才我们看那个黄金跟标普500差不多，对吧？这里是一个底型结构，我们看黑色线这里也是个底型结构，那现在又产生了一个底型结构，这个是一个3重底，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阻力线它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冲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其实本质上呢，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冲上去，它这个阻力线的阻力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矿业股呢，我一直也没有怎么提，我们现在还需要等待，这是第2个结论。我们再看，如果是把矿业股跟黄金本身来比的话，就是这条紫色的线这有一个长期的下行趋势线，它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最近其实为什么我这个标题第一句话写的就是局势不明朗，就是我们股市也好，黄金白银也好，矿业股也好，它都处在这种节骨眼，就变盘点上。这个也是，除非它突破上去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矿业股跑赢黄金的那么一段时间，估计也就1年多的时间，它并不适合长期持有，而且它的波动很大。所以呢，如果是就我个人的操作，如果我不会大仓位的去做它，我觉得做黄金可能更容易一些。那么我们看，就是说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把它跟黄金的价格放在一起这个我没有把黄金的价格放在上面，就是说矿业股跑赢黄金只发生在黄金牛市的前半段。什么意思我们说黄金牛市其实历史上主要就2个，一个是70、80年代，对吧？一个是2000年，
7、8年左右。那矿业股就在这前面会跑赢一些，这里也是前面会跑赢，到后面就不行了。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到后面的时候，原油价格也上来了，通胀非常高，而原油价格是矿业股票的成本，它可以提高它的成本，所以就把它的股票，它的业绩就不好了，就给它拉下来了哈。所以矿业股，就贵金属的股票，相对于贵金属来说，持有不了多长时间哈。那么如果你想去参与的话，你觉得说，那既然你看这根紫的线，也就是矿业股相对于黄金，它会有一个快速的跑赢的话，我要不要去参与？你可以参与，可是你要时刻记得，就是说它不适合长期持有，到了1年左右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要再转回贵金属。这个是我用纳斯达克跟黄金做了一个比率哈。我们看这个纳斯达克呢，因为纳斯达克的周期比较相对于标普500会比较短一些，它是从1985年开始。那我们看在就是在科网泡沫的时候，它做了一个这样的头部，对吧？其实我们看这一次它的头部做得更大，而且已经下来了。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判断，基本上美股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很难再创一个新高了。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形态都已经产生了，如果要是再往上走，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推力才可以，很难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已经也是一个很大型的底部结构，这个是一样的，是矿业股跟黄金的比率，就矿业股跟黄金的比率，如果它产生了一个底部的话，基本上也就对应着股市的高点。你看这个矿业股跟它比率，当它突破了这一个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跌破了颈线，看到吗？其实我们看它目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去一一对应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一个再创新高的概率会比较小哈。那么再创新高的概率会比较小，一旦股市爆发风险的时候，也会把黄金白银在短期之内稍微影响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波动，但波动我觉得不会特别大。为什么？我等一下再讲哈。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是纳斯达克，这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哈。其实就是本质上用暴力 K 线帮我们定位股市的位置，定位商品的位置。就是对于黄金跟白银来说，已经涨了这么多，相信很多朋友，特别是黄金，那我也在前几天我就已经在组团当中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的周期模型已经看出来，黄金现在目前是超买的一个状态，它可能会有回调，但是回调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它真正的在一个黄金的牛市当中，它大回调是8年周期当中产生，应该大概是这个位置，是这样的，看到吗？8年周期应该是在这样的位置，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明年或者后年，到时候走到那儿，通过周期模型我们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复盘黄金历史，在这个8年周期之前产生回撤是没有发生过的，好，除非是大熊市，那现在的背景不是，对吧？现在可以对标的是这2个8年周期跟这2个8年周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在8年周期之前产生大幅度的回撤概率是比较小的，这个我在组团专享的上次的直播当中也讲过。那么在这种位置如果波动，就在这之前波动的话会有波动，但是它的幅度不会很大。那有朋友说，那我要不要在一个高点出来再进去？我自己不会这样交易，明白吗？在一个牛市当中，你这样反复去交易，其实并不见得可以增厚多少收益。那到了8年周期这个位置的话，倒是有一个可以交易的点，就那个幅度它比较大，可能产生30%以上，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可是现在我觉得不值当，就承担波动会更容易操作一些，概率会更高一些，短期应该会有一定的回撤。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本来就是想主要分享的是矿业股票跟黄金白银，对吧？好，如果是美股的话，矿业股票呢要短时间的持有，通过套利 K 线来去判断什么时候入场，但是不要持有时间过长哈，因为黄金股票只跑黄金牛市的前半段，它可以跑赢，
这是美股。那同时呢，美股的黄金股票它跟黄金的联动性更高，那 A 股的黄金相关股票呢，跟股市的联动性更高。虽然最近几年跟黄金的联动性已经逐渐提升了，但是我们因为数据太短，我们不能确定。所以在矿业股上，不管是美股或者是 A 股，我不建议投资过高的仓位，反而是贵金属本身、商品本身会更容易去交易。这是关于矿业。那么关于黄金现在涨这么快，大家可能非常的纠结，对。那么现在黄金首先它中短期是超买，会有回调，但是回调从我周期的维度去判断不会很大，一个大幅度的回调应该是在明年产生。那今年会有回调，但是幅度不会很大。如果说美股在一个顶部横向波动的安全期，如果美股破这个线，有可能黄金白银会也被影响，再叠加它短期超买，所以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两个逻辑综合下来产生它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也没关系，它不是一个行情结束的标志，从超长期的套利 K 线就能看出来。好，这就是今天的频的主要内容。那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关注我的文字内容，因为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写文字。那如果你对黄金白银相关的投资有疑问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提问，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然后也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